整个炼药界，9品药神就是炼药神的巅峰。神农祖师的声音如同来自远古的回音，悠扬而深邃。在很久很久之前，炼药界繁荣昌盛，拥有着无比强大的炼药术。而在那个时候的炼药界中，9品药神并非像现在这般凋零。当时记得没错的话，应该10个炼药师里面就有一位是9品药神。而那些9品药神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选择了飞升，跨越了界限，来到了比炼药界更为神奇的神农星，追求更高的炼药术以及更神秘的神农医术。萧炎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些9品药神，他们手持炼药炉，脚踏云霞，身披星辰，一步步踏上了通往神农星之路。他们的身影在霞光中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了那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神农星领域。没想到居然还有比9品药神的炼药术还要高级的存在，萧炎虽说很震惊，同时自己的内心对更高炼药术的渴望也越来越清晰。要知道，现在炼药界中一位9品药神就是难得一见的传说存在，炼药术更是绝世。然而没想到，在那到处透露出神秘的神农星中，还有存在着比9品药神更高的炼药术，以及更神秘的神农医术。如果获得更高的炼药术，那么就能够让自身的实力和战斗持续力变得更强更久。同时，一些所谓的起死回生也并非不可能。神农祖师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知道萧炎的潜力很不一般，也明白他对更高炼药术的渴望。那道模糊的身影缓缓地抬起手，指向远方那片朦胧的天际，那里似乎有着无尽的可能和挑战。在那里，炼药术不再是9品药神为顶峰，而是超脱9品药神的桎梏，存在着神农造化术、神农医术以及神农更加深奥秘之术。希望日后你能够有机会踏上飞升神农星之路，老夫也会在神农星等你到来，那里也将会是你突破9品药神的起点，甚至让你感受到你从未想过、意想不到的星空宇宙。闻言，萧炎的目光变得格外的坚定，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更高炼药术无尽的追求。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刚刚与神农祖师交流下，体内一直稳固无比的9品药神炼药术似乎发生了一丝涌动。按理说9品药神已经是顶峰存在，不可能会出现涌动迹象。然而只是和神农祖师交流了片刻，就促使9品药神炼药术都发生变化，这就足以说明这位神农祖师的恐怖和强大，那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大存在。他所在的神农星，他所创立的神农千岩族，又将会是何等的存在？当年从炼药界踏上神农星之路的9品药神，如今的炼药术又突破到了何种的层次？种种好奇和疑问都不停地激荡在萧炎的激荡起伏的脑海中。神农星，我萧炎终究会踏上飞升神农星之路。小娃，我能在你的身上看到无尽星空的光影，将来的成就必将非凡。日后等你踏上神农星之路，老夫会将一些关于炼药界与神农星的具体渊源告知你。不过现在还是先解决你如何融合多种高阶神灵精血的问题吧。神农祖师也是言归正传，但他刚刚给萧炎提及炼药界与神农星的渊源，其实是有意而为之。至于神农祖师为什么要将这渊源抛出来，只有他自己知道。话题再次绕回主题上时，萧炎和双龙尊主都是竖起耳朵恭听接下来神农祖师对融合2种神灵精血的方法。其实融合7大神族神灵的精血很简单，老夫这里有一道神农通灵术，只要你日后收服了其他神族的高阶神灵的精血，那么这神农通灵术就会发出极大的作用。这可是我们神农千岩族的不传之术，但老夫很欣赏你这小娃的潜力，希望此术会在你的身上发挥出真正的作用。神农通灵术，萧炎呢喃一声，脸上挂着沉思之色，显然他还不知道此术的可怕远超任何的想象。双龙尊主则站在萧炎的身旁，他们的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仿佛刚刚听闻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他们回想起在很久以前从神族长大人的口中提及过关于这一些神农通灵术的信息，但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甚至连皮毛都算不上。今日这道术法居然由神农祖师亲自传授给萧炎兄弟，而且即便是神农千岩族之中，这都是不传之术。这也难怪可以融合2种以上的高阶神灵精血。有着神农通灵术，萧炎兄弟日后融合7大神族的神灵精血，其威力之大，光是想象就足以令他们这些神灵都感到胆颤心惊。仅仅在一道模糊的身影下，能够让应龙神族的高阶神灵感到心生敬畏，除了这位来自神农星的神农祖师外，恐怖无人可以做得到了。神农祖师的身影在他们眼中愈发高大，仿佛一位跨越了时空的智者，他的笑容温和而深邃，仿佛包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神农祖师的微笑如春风化雨，温暖深邃。小娃，当你彻底领悟了神农通灵术，你会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将来还会感谢老夫。他的话语轻柔而富有魔力，仿佛包含了无尽的智慧和哲理。萧炎感到一种莫名的触动，周围的环境似乎都因神农祖师的话语而变得生动起，仿佛心中的迷茫在这句话语中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清明。现在老夫便把这神农通灵术传授于你，至于能不能彻底的领悟其中的奥秘，就靠你自己了。说罢，神农祖师抬起手臂，
伴随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轻轻在眉心划过。下一秒，一道神秘的光束诞生而出，如同跨越了时空的桥梁。它的颜色深邃而又透明，仿佛包含了宇宙间所有的信息。萧炎被那道神秘光束刺得闭上了双眼，同一时间，他感受着那道神秘光束穿透进入了自己的身体，直至神魂的深处。这一道神秘光束更像是一条连接了神农祖师和萧炎的心灵纽带。很快，一股奇异的感觉充斥着萧炎的大脑，在他再次睁开眼时，却是看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无边无际的无尽星空宇宙之中。星辰璀璨，每一颗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但其中有静谧沉稳，也有狂野闪烁，犹如一个个强大的生命星体，在这星空宇宙中跳动着自己的独特节奏，散发着令万物世界都臣服的力量。然而，在萧炎清晰感受到那些星辰能量的波动时，其能量更是恐怖磅礴无边，以至于他现在的大道主神实力显得渺小得如同尘埃。他的神识在这片星空宇宙中自由漂浮，每一次穿梭都伴随着强烈的震撼和敬畏，并且能感觉到自己在不断接近那些星辰时，他们的光辉似乎在引导着他，要将他引入一个更为神秘的领域中。萧炎试图触摸一颗最近的星辰，但当他的神识即将触及它时，那颗星辰突然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如同一扇开启新世界的大门。在这一刻，萧炎也逐渐地意识到了，这些星辰不仅仅是能量的汇聚，更是代表着一个个不同的世界，又或是无数个未知的神秘领域。萧炎想要探索这星空宇宙中的每一颗星辰背后隐藏的磅礴能量，然而他也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这片星空宇宙的深邃远超他的想象，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这份探索的重担。如果一不小心，那么自身的神识或许就真的永远留在这一片浩瀚无尽的星空中。这就是神农祖师传授给我的神农通灵术吗？但为何一个术法会有如此磅礴无尽的能量存在？萧炎也陷入了深思熟虑中，回想起自己也才与神农祖师不过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对方还是一道投影，并非神农祖师的真身，就传授自己如此强大神秘的神农通灵术，真的只是因为看中自己的潜能吗？算了，这问题可不是我现在能够去揣摩的时候，对方可是救了我一命的神农祖师，相信他不会害我。萧炎的心思回到了现有的问题上，然后神识便是从那浩瀚的星空宇宙中脱离了出来。小娃怎么样？这神农通灵术是不是让你感到吃惊？萧炎的神识回到了自己体内的那一刻，他的耳畔便是响起了神农祖师的语声，低沉而充满威仪。萧炎也是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刚刚对神农通灵术的震撼情绪。这道术法的玄奥让他感到如履薄冰，却又心生向往。片刻后，萧炎轻声回应：神农祖师，这神农通灵术被一层神秘面纱笼罩，但即便如此，还是令我无尽的向往其中弥漫的奥秘。神农祖师哈哈一笑，声音中满是鼓励：小娃，此术的奥秘需要你亲自去领悟，你我有缘，他日我们神农星再见。话音刚落，他的目光转向双龙尊主，手中突然出现一颗晶莹剔透又与炼药界中的神丹有所不同的神农丹。神农丹散发着一种造化之光，其中仿佛蕴含着某种无尽的生机。老夫这里有一颗由我亲自炼制的一枚神农丹，便赐予你们吧，希望早日将你们的应龙神族长从暗黑魔渊中解救出来。双龙尊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颗神农丹，只见其表面流转着绿色的光泽，宛如一片新生的嫩叶，清新而生动。神农祖师的手轻轻一挥，那颗丹药便如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缓缓飞向大龙尊主的手中。双龙尊主的心中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激动，这是神农祖师的馈赠，也是他们日后解救自己神族长大人神魂的一大助力。随着神农丹临近，双龙尊主能清晰地感受到神农丹中蕴含的精纯能量，那股能量比起任何神品丹药都要恐怖许多。大龙尊主伸出双手，轻轻地接住了那颗神农丹，指尖便是传来的触感冰凉而细腻，如同触碰到了一片清晨的露珠。大龙尊主的双手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引导，缓缓抬起，与自己的视线齐平。在这一刻，整个空间都凝固了，只剩下那颗晶莹剔透的神农丹在大龙尊主的掌心轻轻跳动，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的目光中满是激动，手指微微颤动，触感冰凉而细腻，就像触摸到了某种生命的核心，那感觉如此真实，却又难以捉摸。而随着神农丹的出现，周围的天地间原本宁静的气氛突然被打破，天地色变，丹雷涌动，仿佛是古老神话中的场景重现。雷声轰鸣，电光闪烁，却奇异的并不显得混乱，反而在神农丹的映衬下显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规律之美。这种意象即便是最高等级的九品神丹也难以引发。神农丹的能量深邃而强大，早已超越了神之九品的丹药，达到了炼药界的任何一位炼药师都无法理解的范畴。双龙尊主的心跳加速，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激动地向虚空中的神农祖师鞠了一躬：多谢神农祖师馈赠，日后等救出神族长大人，定会和他说起是您的助力，我们应龙神族欠您一个大人情。
有机会会加倍偿还。他们的情绪如同波涛汹涌，但在这庄严的时刻，所有的情感都被深深地压在心底，只留下对神农祖师无尽的感激和敬仰。周围的雷声似乎也对尊主的虔诚有所感应，渐渐平息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圣而祥和的气息。一旁的萧炎早已经愣在了原地，那枚神农丹都还没发挥出真正的能量，就已经引动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身为九品药神的他，乃是炼药界的巅峰存在。可即便是这样的巅峰存在，在感受到那枚神农丹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时，自己的炼药术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看来炼药界之上真的还存在着更高的炼药术，难怪当年繁荣昌盛的炼药界诞生出了这么多的九品药神，都选择了踏上神农星之路，去追求更高的炼药术以及神秘的神农医术。这一刻，萧炎的心中充满了对踏上神农星的憧憬与决心。自己的炼药之路还没到尽头，而是还有更加高级神秘之术在等着他。好了，老夫留在应龙古迹中的投影时间也快到了，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小娃我们后会有期。最后，神农祖师意味深长地再次看向了萧炎后，化作点点星辰，仿佛是天穹之上最璀璨的星河倾泻而下。萧炎和双龙尊主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些星辰，直到最后一丝影像也消失不见。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敬畏与不舍。神农祖师的出现不仅解决了萧炎身上魔神印记的烙印，还拥有了一枚神农丹。这样一来，双龙尊主营救神族长大人的机会再次提升了许多。应龙古籍此时缓缓地合上，直至消失不见。而萧炎和双龙尊主站在原地恭送着神农祖师，好一会后，他们才收回目光。萧炎便问起了神元宫等众人和2位神殿殿主的去处，但他的脸上也为他们担忧起来。毕竟之前那个超高质量的大黑洞将他们也吞噬了进去，定然无比的危险。双龙尊主前辈，你们有见到盘龙前辈他们吗？小龙尊主回答道：他们也随我们一同在那大黑洞中逃了出来，只不过他们还是没能承受大黑洞中的恐怖能量，导致他们昏迷了过去，气息也相当的微弱，现在被我们神灵们看守着，应该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一听到大家昏迷，气息微弱，萧炎的脸色立马变得凝重起来，语气中带着略微的着急。麻烦双龙尊主前辈带我现在过去看看他们的伤势。好，萧炎兄弟，我们现在就带你过去。双龙尊主的一言一行间都透露着不容置疑的果断，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萧炎离开了这死寂世界。刷刷刷，转瞬间，萧炎和双龙尊主的身影出现在一片昏暗的无灵地带。萧炎目光望去，地上躺着几道身影，他们的呼吸微弱，面色苍白，身上的衣衫破碎，血迹斑斑，急忙蹲下身子，仔细地为他们把了把脉。他的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忧虑，大家只剩下一缕微弱的意识在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简直就是在生死边缘挣扎着。大家竟然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萧炎皱着眉头喃喃自语，声音中满是沉重。他迅速从那戒中取出几枚散发着淡淡光泽的玉瓶，从中倒出几颗高阶的神品丹药，表面散发着阵阵丹香，这股丹香如体，宛如能复苏枯木的神奇灵药。萧炎小心翼翼地将这几枚高阶神品丹药置于昏迷者的口中，深邃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定。他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